以增强互联互通和韧性为主题的东盟峰会正在老挝万象举行。第二天的主要议程包括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和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哪些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同时又有哪些杂音在干扰合作？来看看报道。 当地时间10号，第27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在老挝万象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与东盟10国领导人出席。李强表示，过去1年，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出新步伐，实实在在惠及了双方人民。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总需求不足问题更加突出，市场成为经济发展最稀缺的资源。加强市场对接，就是我们进一步合作的重要方向。 我相信中国东盟2大市场更紧密、更有机的融合联通，一定能够形成更为显著的经济规模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和发展外溢效应。 李强表示，中国和东盟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具有深远的亚洲意义和全球影响。中方愿同东盟一道努力，共创亚洲更加美好的未来。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劲发展势头，表示东盟同中国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有力增进地区人民福祉。会议还通过了涉及自贸区升级谈判、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促进智慧农业发展、深化人文交流合作等一系列成果文件。数据显示，中国连续15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也连续4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与东盟务实合作取得长足进展，经贸往来大增，互联互通加强，人文交流蓬勃发展，互利合作为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除了中国与东盟的10+1会议外，当天还举行了东盟与中日韩的10+3会议，这也是中日韩领导人继5月的3国领导人会议后，年内的第2次聚首。作为东盟与对话国间的主要合作机制，10+3是东亚合作主渠道之一，而10+3领导人会议是10+3合作机制最高层级机制，每年举行1次，主要对10+3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指导。 李强在会上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亚洲好，世界才能更好。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努力，充分发挥10+3机制作用，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推动地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为亚洲和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与会国家领导人表示，当前世界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10+3合作为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地区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面临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契机。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作为东盟中日韩的支柱之一，中日韩合作机制的恢复是合作的好兆头。他还在会上提议扩大亚洲校园项目，即2011年启动的中日韩3国大学间学生交流支持项目。 外界注意到，尹锡悦在与会前夕的一场演讲中也表示，对韩国来说，中国在所有领域都重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希望韩方奉行客观友善的对华政策。中国对韩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我们始终将韩国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希望韩方奉行积极、客观、友善的对华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落实好2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推动中韩关系向好发展，走稳走实。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峰会也是日本首相石破茂就任后的外交首秀。上任才刚满1周，石破茂就宣布解散众议院，随即动身前往老挝参加东盟峰会。舆论关注前途未卜的他能否在国际场合激起水花。就在出发前，印尼媒体曾发文要求石破茂克制对亚洲版北约的兜售。据悉，石破茂9号明确表示，他无意向东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提出相关想法。日本共同社称，亚洲版北约是石破茂竞选首相时提出的构想，但在日本国内外都遭到质疑。此前，在发表施政演说时，石破茂曾表示，愿与中方共同打造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那么，他想利用这次机会与中韩以及东盟国家领导人进行广泛的互动接触，建立个人的联系，实现外交上的一个良好的开局。那么就日韩2国来说当前也有稳定和改善对华关系的现实需求。现在日韩也是希望同中国
通过加强高层的接触沟通，来增进彼此的互信，改善政治关系的气氛。李强10号还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李强表示，当前中澳关系总体继续向好发展，中方愿同澳方进一步加强相互理解，持续携手前行，打造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中澳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愿同澳方更多分享发展机遇。阿尔巴尼斯也对澳中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表示肯定，并强调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在多边领域加强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今年是中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深圳卫视注意到，自2022年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两国关系持续回暖，而这也是李强和阿尔巴尼斯年内的第2次会面。就在6月份，应阿尔巴尼斯的邀请，李强对澳大利亚进行了正式访问。作为中澳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合作也在持续向好。阿尔巴尼斯日前表示，中方将恢复对澳大利亚龙虾的进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号回应称，中方愿意同澳大利亚有关方面继续通过协商解决双方关切的问题，使中澳关系更加成熟稳定、更好的发展。那么中澳两国之间本来没有历史问题的包袱，也没有现实利害冲突，相反，两国经贸关系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完全可以做到互利共赢。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各方聚焦合作的同时，东盟峰会内仍有杂音出现，特别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又借机拿南海问题说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侵权挑衅，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一贯坚持同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中方将继续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事实上，在东盟峰会前，在南海挑衅、妄图影响议程的正是菲律宾本身。8号，2艘菲律宾船只再次擅闯黄岩岛附近海域，期间中国海警船全程跟踪监视，依法采取管控措施。去年9月举行的43届东盟峰会开幕前夕，菲律宾也曾使用类似手段，与美国在距离中国南沙群岛不远的南海海域举行联合巡航，意图干扰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立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深圳卫视分析，对于菲律宾妄图借助多边场合向中国施压的做法，东盟国家普遍是警惕和反对的。因为南海问题不是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全部，如果过于聚焦南海问题，不仅会破坏会议的气氛，严重偏离峰会本来的主题和目标，甚至会导致东盟内部的裂痕，进而影响东盟在本地区合作中的核心地位。东盟峰会和东亚系列峰会本来是讨论地区合作问题的一个大会，不是聚焦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是地缘敏感问题的场合。因此，在菲律宾试图夹带私货的做法，注定也难以得逞。同时我想在这次峰会上，各方也会就通过对话磋商来管控矛盾分歧，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达成新的共识。那么我想这也是与会各方利益的一个最大公约数。第27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万象举行，李强总理出席，双方共同宣布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谈判实质性结束。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评论？好的，主持人。那么我认为这是中国和东盟双边关系的大件事儿，是在更高水平上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将会对中国和东盟超大规模的市场连接和体制升级带来强劲可持续的推动。中国与东盟首份自贸协定落地实施是在2010年，当年呢，双边贸易额是2350亿美元，而去年这一数字高达6967亿美元，翻了1番多。媒体普遍预期3.0版自贸区它的再度升级，主要呢体现在供应链的互联、数字以及绿色经济等等高端高水平发展领域。因此呢，未来中国和东盟双边经贸与投资合作的前景更加可期。李强总理今天也特别指出，中国和东盟作为有14亿多和6亿多人口的两大市场，市场资源是我们最突出的优势，所以可以预料，随着自贸协定它的签署实施，乃至自贸区
3.0版全面落地，占到全球人口比例高达40%的中国与东盟的老百姓将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举个眼前的例子，国庆假期出入境旅游火爆，外交部发言人此前宣布，中国已经同24个国家实现全面互免签证，其中呢就包括东盟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与泰国3国。未来3.0版自贸区会不会带动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实施全面互免签证呢？当然是可以合理预期的。中方今天还就发展和东盟关系提出3大倡议，包括构建立体联通网络、扩大新兴产业合作、深化人文领域交流等等。实际上呢，在这些个领域，双方都已经有了很多的深度合作，可以说尝到了甜头，取得了先期收获。我的同事刚刚完成《直说中国》首季的节目，他们走进马来西亚实地探访，可以说捕到了很多的活鱼。我对这其中一个案例尤其印象深刻，一家中企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建了个光伏电站。那这个项目它的特别处还在于，它摸索出了一种叫龙光互补的新模式，也就是说呢，具体呢就是在光伏电站原理同步来种菠萝，中方新能源投资商和当地的果农皆大欢喜。不难预料，未来这样的金台合作的故事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需要被发现、被直说。也因此，正如李强总理今天他所着力指出的，中国和东盟关系发展到今天，早已经超越双边范畴，具有深远的亚洲意义和全球影响。我相信，随着中国东盟3.0自贸区它的落地推进，它的外部影响也必将会越发的彰显。今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飞抵万象参加东亚系列会议。美方行前频频放风造势，要在会议期间就南海问题对华施压。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布林肯他是作为美国总统的代表来外相参会的，像他的上司拜登一样，布林肯他的美国国务卿的任期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有美媒就统计说，这是他国务卿任内第19次访问亚洲，但是呢，这也注定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东亚系列会。或许也正因为是谢幕演出，布林肯这次他的表演格外来劲。行前他就在美国大刊《外交事务》撰文，无端指责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咄咄逼人，是搞所谓的武力胁迫。这次呢，随同布林肯访问老挝参会的助理国务卿康塔，他呢也在行前向媒体吹风，说美方这次参会他的主要关切是有2个，其一就是所谓美中关系承压和负责任的管控双边竞争，其二就是南海局势以及中方对于声索方采取的激化紧张局势的一系列的所谓胁迫与施压行为。但是呢，正如发言人毛宁此前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所有力回呛的，所谓采取咄咄逼人行动，到处耀武扬威、施压胁迫的，正是美国，而不是别人。美军印太司令访问菲律宾期间2度互喷，扬言不排除要搞所谓的运补护航，这不就是菲方南海多灯阵它的药引子吗？美军低空中导系统以参加军演为名开进菲律宾，撤出日期一推再推，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军力胁迫吗？布林肯口口声声重视东盟国家，但是他愿意正视区内的民意与呼声吗？新加坡资深外交官、著名的战略学者马凯硕前2天接受南华早报的专访，他就特别谈到，东盟最不想看到，也最不愿面对的，就是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是呢，拜登政府这几年一直在做的，就是要胁迫选边站。那么马凯硕他更是尖锐剖析，甚至呢，那些个有意无意选到美国这边的国家，这些年也都在经历各种的战略碰壁的所谓折磨。美国在巴以冲突上大搞2面做派，嘴上大谈和平计划，但是呢，过去1年单是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就已经高达190亿美元之多。那么东盟类的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这几国可都是穆斯林国家，他们对美国这种残酷冷血的2面做派尤其不能忍。马凯说他当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创始院长，他呢特别推荐了现任院长丹尼奎月初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刊发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他别开生面，是以给下任美国总统写信的一种形式，来道出新加坡战略学界的共同的心声。它的标题就是最好的一个主题概括：
为何美国应该放弃压制北京当第一的这样一个执念？在这位院长看来，有朝一日，即使美国不当世界第一了，天也塌不下来。但是呢，马凯硕他的问题是，美国决策者真的有勇气面对这样一个设定，甚至为此来做战略思考与布局吗？我很是希望东盟记者这一次见到布林肯时，能够把马凯硕的这个犀利追问抛给谢幕演出的他。每年东盟峰会及相关会议期间，场边都会举行各种双多边会晤。其中，日本新首相石破茂首秀国际舞台，他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之间的互动引发外界关注。尹锡悦上台后，为了促成美国的美日韩联盟战略，以低姿态发展日韩关系，被韩国舆论形容为屈辱外交。近日允许日本自卫队临时进入韩国的消息，在韩国国内引发巨大争议。韩国总统尹锡悦10号在老挝万象的一间酒店中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会谈，时长约为40分钟。尹锡悦表示，自去年3月访日以来，两国关系取得积极和显著发展。他认为，之所以能实现这种变化，得益于日韩领导人之间存在坚定不移的信任关系。韩方愿同日方继续通过穿梭外交等方式紧密沟通。石破茂则表示，他将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岸田文雄时期大幅改善的日韩关系。外界注意到，就在1周前，石破茂就任日本首相次日，尹锡悦就与其进行了通话，表示期待在石破茂的领导下，日韩能够继续深化关系，并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共同努力。日韩两国防长也于10号当天举行了首次视频会谈，双方就推进日韩及美日韩防务合作达成了一致。日本新任防卫相中谷元还表示，希望尽快访问韩国。是日本的话呢，在整个互动过程当中，那么要变成一个真正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我觉得这才是石破茂的话呢，它最本质、最核心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符合了美国的印太战略，使日本和韩国纳入这个战略当中，同时在这个战略当中，那么日本又凸显自己的地位作用。作为日本政坛的安保强硬派，石破茂上台也引发了韩国舆论的警惕。早在2017年担任日本众议员时，石破茂曾在自民党派别会议上表示，日本自卫队必须负责保护在韩日本公民。就在近日，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洪启元踢爆一则消息，称韩国国防部对其明确表示，日本自卫队为使用驻韩美军基地而临时进入韩国，将无需得到韩国国会同意。洪启元痛批这一做法违反了韩国国民意志，日本自卫队未经允许进入韩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与此同时，韩国媒体批评尹锡悦政府这是在试图遮蔽国民耳目，意图就是使日韩军事合作不可逆转。根据韩国宪法第60条第2项规定，外国军队在韩国领土内驻留时需获得国会同意，但韩国国防部狡辩，日本自卫队短期使用驻韩美军基地仅为临时性，不属于驻留。韩国西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林志凤直言，这一条款的解释与领土主权密切相关，必须谨慎判断。韩国国防部是否有资格做出这样的解释，值得怀疑。过去进入韩国的外国军队大多是美军，由于美韩之间已经签署了驻军地位协定，因此并未引发问题。分析认为，韩国国防部的相关言论明显是在为日韩军需相互支援协定铺路。该协定允许双方在有事时交换弹药、食物、燃料等军需物资。此前，韩国国防部就已经明确表示，日韩军需相互支援协定是必要的措施。也有观察指出，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已经恢复了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未来一旦签署军需相互支援协定，将为进一步扩大日韩安全合作扫清障碍。分析认为，韩国由于在历史上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特别是涉及到军事领域，韩国公众对日本自卫队及其前身日本军的警惕与反感尤为强烈。每当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扩大或其军事角色有所调整，都可能触动韩国社会的敏感神经。此次允许日本自卫队临时入境的提议，无疑触及了这一敏感地带，引发了韩国国内对历史记忆的集体唤醒，以及对未来安全担忧的双重考量。而尹锡悦政府正在与美日推进安全保障合作，必然导致这一问题引发巨大争议。这是韩国采取了一个就是擦边球的策略。那么为改善日本军事关系的话，它开了一个先河。
而且我们从这里还可以看到的话呢，日本自卫队在韩国的短暂驻留，它是到美国驻韩国基地做短暂的驻留。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看一个很明显的东西，也就是不仅美韩的这个日韩的关系改善，而且美日韩的话呢，它这个3国的军事合作进入了一个可操作的阶段。国防部表示，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时为驻韩美军运送物资而临时进入韩国一事，您作何评论？其实，由于二战时的历史与现实领土主权纠纷这2大原因，韩日关系，尤其是韩日之间的军事关系，无论是在韩国国内还是在东北亚，都是高度复杂敏感的问题，甚至是连碰都不能碰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美韩是密切的军事同盟关系，美日也是密切的军事同盟关系，但是韩日之间却不仅不是军事同盟关系，而且中间始终隔着一道厚厚的高墙。这也是自从2战结束以来，韩国军队从未踏足过日本领土，而日本自卫队也从未踏足过韩国领土的原因。我想一时激起千层浪，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韩国国防部做出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时为驻韩美军运送物资而临时进入韩国这一表态之后，立即就在3个层面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反响。其一是在韩国国内引起了谁才拥有宪法解释权之争。第二，韩国军方的这个表态还在韩国国内引起了究竟是宪法大还是民意大的争议。跟尹锡悦政府的亲日做法相反，由于历史和现实的领土主权纠纷问题，韩国国内始终存在着一股强大而坚定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虽然根据法治精神，尹锡悦总统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最终都要以韩国的宪法规定为依归，但是不要忘了，在选举政治环境下，最终民意才是韩国内政与外交的真正决定性力量，因为民意可以决定政治人物与政党的去留。假如尹锡悦政府根据字面上的宪法解释，真的允许日本自卫队临时进入韩国，那将会激起民意的彻底反弹。尹锡悦所在的国民力量党以及其本人的政治生命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尹锡悦政权的亲日外交路线自然也就会跟着人去正西。第三，韩国军方的这一表态已经加剧了朝韩关系的紧张。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昨天上午发表声明，宣布永久切断并封锁与韩国交界的南部国境，切断了一切朝韩之间的公路与铁路连接，并称这是遏制战争、维护国家安全的自卫措施。很显然，在朝鲜看来，尹锡悦政府试图将日本自卫队引进来，这种行为比美军驻韩还要更加恶劣。因为在朝鲜半岛上，仇日情绪是不分南北的，因此韩国军方的这一表态，无疑会让本已严重恶化的半岛局势进一步雪上加霜。这也就意味着尹锡悦政府的这一动作，无论是在韩国国内，还是在半岛与东北亚局势上，都捅了一个马蜂窝。既然允许日本自卫队临时进入韩国以帮助驻韩美军运送物资，这件事情会在韩国国内招致如此大的批评声浪，那么尹锡悦政府为什么还会去捅这个马蜂窝呢？我认为允许日本自卫队临时进入韩国茲事体大，它不仅会引起韩国国内民意的反弹，引起朝鲜的强烈反应，而且将会对半岛局势与整个亚太局势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因此这显然不是韩国国防部可以决定的事情，甚至也不是韩国单方面能够决定的事情，而是跟一个大战略与2个关键性的人物密切相关。这个大战略就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想在印太地区构建一个亚洲版的北约，而构建亚洲版北约的关键，首先在于将美日与美韩2个双边军事同盟关系捏合成一个大的美日韩军事同盟，而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的最大障碍，又在于韩国与日本这对冤家的关系不和睦，尤其是韩国与日本2国民间存在着严重的敌对情绪。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历届政府不仅一直在敦促韩日两国改善关系，同时韩日两国也一直在以小步慢走的方式尝试着推动韩日两国军事关系的改善，以为最终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打下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过去这些年来，韩日两国政府不仅顶着民意的巨大压力，签署了慰安妇谅解备忘录，而且在2016年签署了韩日两国军事情报交流协定。那么接下来，为了使韩日两国军事层面上的合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他们的目标就是推动韩日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为此早在2015年，日本方面率先清除了国内法律方面的障碍，也就是通过安保法的修订，允许日本自卫队在半岛发生战争时向美韩双方提供军事支援。不过，日本自卫队要实现这一目标，还要得到韩国方面的同意。因此，韩国军方做出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时为驻韩美军运送物资而临时进入韩国这样一个表态，实际上就是对日方的回应，是在为韩日签订相互军需支援协定铺路。那么，推动这一事件的两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指的是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韩国历任总统中，尹锡悦无疑是推动韩日军事合作与美日韩构建军事同盟最为积极的政治人物。另外一个指的就是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公开喊出要构建亚洲版北约，并将其作为执政目标的日本首相。10月4号，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仲裁草案，计划对中国产电动汽车最高征收35.3%反补贴税。新华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近期中国和美国、欧盟均就电动汽车等贸易问题进行密集沟通。欧洲方面的措施将在本月底正式生效，中欧工作团队仍将继续磋商，双方能否谈出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来看看报道。欧盟日前通过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7%至35.3%反补贴税的仲裁草案，加上欧洲原本对乘用车收取的10%进口关税，如果措施最终生效，中国产电动汽车将面临最高45.3%的超高关税。日前，中欧双方均表示将继续谈判，外界认为前景仍待观察。欧洲方面的诉求主要在价格。消息人士透露，此前中国曾提议欧洲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售价不低于3万欧元，以避免欧盟征收反补贴税，但该提议在1个月前遭到欧盟方面的拒绝。欧方在拒绝时表示，这不仅关系到汽车制造商对中国产电动汽车的定价，还关系到厂商生产电动汽车所获得的所谓补贴。欧洲方面要消除这些补贴带来的影响。不过，欧盟委员会也表示，随着中欧谈判的继续，欧委会准备重新考虑其他价格承诺，包括最低售价和进口配额，但欧委会没有提供定价门槛谈判的细节。消息人士称，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根据汽车的尺寸大小和续航里程，为每家汽车制造商，甚至可能是每款车型单独计算一个最低售价。既然是磋商了，应该最后还是会在价格协议上有一些微调吧。但是个人对这个的期待不是很大，因为我们知道已经都谈了好几轮了，欧方的让步并不是很理想。外界认为，欧盟之所以要建立贸易壁垒，根源在于欧洲车企在新能源赛道上完全无法同中国企业竞争。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电动汽车的平均零售价约为3.2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4.8万元，平均价格不到欧洲产和美国产新能源车的一半。欧洲在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欧洲电车均价比中国电车高115%。当时，中国企业在欧洲提供了235款可供选择的新能源汽车车型，其中181款的售价低于4万欧元，而欧洲的135款可供选择的新能源电车，仅有31款汽车售价低于这个数字。德国大众公司可能将推出价值2万欧元的一款车型，但最早也要等到2025年才会面世。而价格相仿的比亚迪小型车海鸥已经确定将进入欧洲市场。
欧盟加征的所谓反补贴税确实会影响到一部分车企。根据测算，至少有17款车型可能面临淘汰出局的风险。以比亚迪汉为例，加征36%的关税后，其在德国市场的售价将从目前的4万欧元，也就是约合31万元人民币，上涨至5.4万欧元，约合41.7万人民币以上。与欧洲本土品牌的价格差距将大幅缩小。不过，根据比亚迪今年9月发布的新款比亚迪汉定价，最低售价为16.58万元，近乎欧洲市场目前定价的一半。假设加征的关税由比亚迪和消费者共摊，结合当前的产量，比亚迪对欧洲的出口业务仍可实现8.6%的净利润率。实际上，欧洲针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惩罚性关税的举措，并不能阻止中国的产业发展，因为中国的电动车产业供应链非常完备，特别是在占电动汽车制造成本30%的电池上，中国已经实现自给自足，这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能够持续保持价格优势的重要原因。就在中欧密集就关税议题展开磋商之际，欧洲内部反对关税的声音不断。当地时间9号，对加征关税投下反对票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再次批评欧盟，他认为关税措施将适得其反。欧尔班向欧洲议会表示，缺乏规划意味着汽车行业将大出血，支持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决定只会带来更多失业。 We're applying climate policy when there isn't any industrial policy. However, the EU has not incentiv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pply chains. Therefore, EU companies have lost significant market share. And if we look at, and if we move towards trade restrictions, and there are such plans, then I think that we will lose even more market share. 值得一提的是，与欧尔班展开激烈辩论的正是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他也是欧洲方面对华展开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的幕后推手之一。经济学家尤里达杜什在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智库布鲁盖尔发文称，征收关税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关税对欧洲公民的危害大于帮助，而且最终将对欧洲汽车产业的发展产生反作用。欧洲的电动化转型其实早就拉响了警报，电动车需求放缓是整个欧洲的现状，也给这些车企带来不小的财务压力。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此前称考虑关闭2家本土工厂，总部位于荷兰的斯特兰蒂斯集团在8月宣布将裁员1.1万人，一系列的迹象表明欧洲汽车市场的蛋糕越来越小。分析认为，与其以筑高贸易壁垒的方式粗暴地保护本土产业，不如加强中欧之间的相互投资，在欧洲形成完整的供应链，或者共同在第三国市场加强投资，开发新的市场机遇，这才是中欧正确的相处之道。德国的老牌车企也一直在发声反对加征关税。德国的尤其汽车企业在中国市场的这个利益是比较明显的，都有观点说，如果说有一天外资全部都撤出中国了，但是它最后撤出的一定是德企。商务部已经在酝酿对这个欧盟的大排量的燃油车可能会征收关税，这样其实是受到打击最大的肯定是德国企业。大排量汽车指发动机排量大于2.5升的汽油车。8号，中方再次释放消息称，正在研究提高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关税等措施。据中国乘联会测算，欧洲每年出口到中国的大排量汽车总金额已经达到180亿美元，这一数字高于中国去年出口到欧洲电动汽车的金额。如果中方提高临时关税税率，欧洲对华汽车出口将遭受打击。同一天，中国商务部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中方将依法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白兰地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10月1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欧盟的相关白兰地时，应向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一份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进口的烈酒中，白兰地进口量最多，大部分来自法国，而法国也是推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国家之一。中国是继美国之后干邑白兰地的第2大出口市场，也是该行业利润最高的地区。其中，福建、广东是消费主力，在闽粤两地，马爹利、轩尼诗以及人头马被并称为3大洋。3大洋正是此次中国商务部对欧盟进口白兰地进行反倾销调查时的抽样公司。
法国的干邑白兰地生产商一直担忧遭遇报复，还为此曾走上街头要求欧盟推迟投票，认为法国政府似乎在牺牲他们的行业。We're of course quite worried because today China is our second biggest market. If we at the cognac sector lose that market, the consequences will be disastrous for the retailers who commercialise them and, through a domino effect, for the rest of the wine-growing sector. 参考中方此前对澳大利亚葡萄酒进行的反倾销制裁，相关裁定直接导致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所占市场份额，从2019年占比35.5%排名第一，到2023年跌出前10名之列。考虑到法国呢一贯是以自己的农业农食产品为傲，它的农业利益集团在国内政治里面的作用还是不可小觑的，所以应该会这个反制的效应会慢慢的出来。当然，这个也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促进双方的贸易关系向好稳定。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外交部国台办连续发声驳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谋独挑衅是死路一条。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的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将给台湾民众带来灾难。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的讲话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连结，重谈互不隶属、坚持主权等论调，变换花样贩卖台独谬论，再次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立场，暴露其为谋取政治私利、不惜推高台海紧张局势的险恶用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客观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必然统一，也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谋独挑衅是死路一条。当天，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应询表示，赖清德在讲话中继续鼓吹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编造台独谬论，宣扬分裂主张，煽动两岸敌意对抗。这充分表明，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充斥对抗思维，不断挑衅滋事，蓄意加剧两岸紧张局势，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陈斌华表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同胞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伟大祖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始终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当前反对台独分裂的斗争不是制度之争，而是统一和分裂的斗争。赖清德处心积虑为分裂国家拼凑依据，强行灌输其台独主张，重谈民主对抗威权的老调，以所谓民主自由为幌子，继续以外谋独，以武谋独，企图将台湾绑上台独战车。其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将给台湾民众带来灾难。陈斌华强调，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有信心和能力为人类和平和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不管赖清德讲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与现状。我们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涉图谋，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深圳卫视注意到，外交部和国台办的回应中，均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坚决反对。针对美国近日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大额武器援助，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外交部宣布，自10号起，对边缘自治运营公司、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斯凯迪奥公司等3家美国军工企业，以及姚敢舵公司创始人、内华达山脉公司副总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亚洲区主任等10名美军工
统企业的高管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目前，各种迹象表明，以色列和伊朗双方都在为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袭击做准备。以色列方面，加兰特10号在视察以军情报部队时表示，从地面士兵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围绕打击伊朗，整个以色列的安全系统和指挥系统都在协调，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对伊朗的打击将会是致命、精确且出人意料的。伊朗方面有报道指，伊朗战机正在该国西部地区进行巡逻，以防止以色列空军对伊朗石油设施进行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的顾问伊普拉辛·贾巴里还警告，如果以色列敢于袭击伊朗，伊朗将向以色列发射上千枚导弹。他强调，上次针对以色列军事基地的袭击已经证明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只是个筛子。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数量多，另外一个它是高超音速的导弹，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拦截，你速度没那快，你就拦截不到的这种状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伊朗现在的这种所发出的这种恐吓跟威胁，其实我还认为说是蛮有一点事实上根据。今年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3周年，深圳广电国传中心推出双语视频理论节目《直说中国全球发展倡议朋友圈》。该节目第1季完整版已在深圳卫视和知新闻全媒体矩阵上线，收获各方积极评价。在《直说中国全球发展倡议朋友圈》第1季的6期节目中，栏目组深入马来西亚多地调研拍摄，与马来西亚的奋斗者和追梦人面对面交流，讲述中马2国合作共赢、实践全球发展倡议的动人故事。不少学者和业界人士在看过节目后表示，该节目选题精准，以小切口展现了全球发展倡议的大主题。这种成功的故事呢，让更多的人明白合作共赢、全球共同发展，大家共同合作来推动发展，来改善大家的生活，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我觉得整个节目的这个试点的选择体现出了它的特色，记者他的敏锐敏感，包括他在现场的这样一种挖掘，对于细节的呈现很饱满。然后学者的观察可能会带有个人的体验，这2个试点呢，他们也不是彼此割裂的，它是相互依存的。此次直说中国全球发展倡议朋友圈采取了中外媒体联合摄制的方式进行拍摄，并实现了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同步落地播出。同时，节目相关短视频产品也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传播。有马来西亚观众在观看节目后给栏目组留言，通过该节目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也对中马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没有想到这个节目是这么的好看的，有这么扎实的内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注重在节目内容方面的人，我觉得它的整个起承转合、它的呈现方式跟它的拍摄手法都非常的好。在这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2国媒体人的专业精神和对品质的追求，展示了媒体在国家交往中所能发挥的桥梁作用。我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类似的跨国合作，让我们共同见证并记录更多历史性的时刻。未来，直说中国还将继续深入东盟10国，讲述更多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共赢、谋发展的故事，敬请期待。